大家好啊，歡迎到90後生活投資頻道，我史蒂夫。咁我成日都話新加坡嘅工作機會咧就好多嘅，係咪？即係有好多唔同工種啦。咁我哋亦都話咧新加坡嘅綠化做得好好啦，因為新加坡都有另一個花名就叫做花園城市嘅。咁你比較翻其他嘅國家或者大型城市嘅話，咁其實都真係嘅。咁究竟新加坡人嘅健康情況係如何呢？會唔會因為呢個工作壓力大咧而令到佢哋唔健康呢？咁今日咧我就想探討下究竟新加坡人啊，係咪真係咁健康呢？好啦，咁第一樣嘢咧，我想講嘅咧就係呢個平均嘅預期壽命啊。咁新加坡人嘅平均預期壽命咧大概84.9歲嘅，冇記錯嘅話。而預期健康嘅壽命咧，即係唔使成日去醫院睇病啊等等嘅歲數咧，就係介乎呢個73.9嘅，都係屬於非常非常之高嘅。我諗喺全世界應該係有 top 5嘅。所以如果你淨係睇呢個壽命嘅話，你會發現咧，其實新加坡人咧都幾長壽嘅。咁長壽得嚟嘅預期健康壽命都非常之高啦。咁你試想像下，如果你70幾歲嘅時候喺新加坡生活，你仍然都係唔需要睇醫生嘅話，咁其實都真係幾犀利嘅，我覺得。雖然話新加坡嘅預期壽命咧就比較高啦，係咪？但係食嘅嘢係咪健康呢？咁呢樣嘢咧，我想講下嘅。咁喺新加坡食嘢咧，其實如果你要出去食嘅話咧，咁我之前都提到，你有兩個選擇嘅。第一個選擇咧就係去呢個 hawker centre 食嘢啦，係咪？第二個選擇咧就係去呢個 restaurant 食嘢嘅，咁亦都有第三個選擇啦，就係屋企自己煮啦。咁新加坡人咧喺亞洲咧工作時間咧就特別長嘅，咁應該大概大家都要做 at least 8個鐘嘅嘢，每日都要做8個鐘嘅嘢嘅話咧，理論上咧你係冇時間去預備自己嘅午餐嘅。咁除非有啲人真係好刻意，真係好 care 佢哋自己健康啦，咁可能佢真係會每日去煮自己嘅午餐嘅。但係如果你睇翻普遍嘅人咧，好多個新加坡人咧都係 prefer 咧去呢個 hawker centre 食嘢嘅。第一平啦，第二方便，第三咧就係食物嘅質素唔錯嘅。但係有一個問題咧就係如果你去 hawker centre 食嘢或者出去食嘢嘅話咧，通常餐廳方咧都唔會太注重呢個健康嘅位置嘅，因為通常佢哋都係諗住快啊，同埋好食就得㗎啦，冇乜點理會呢個健康嘅因素啊。咁所以你會見到好多嘅一啲食物啊喺呢個 hawker centre 裏邊咧，都係非常之高油啊，呢個高鹽分啊，或甚至乎高糖分嘅。譬如你去食呢個菜飯呢，你會發現無論你去嗌任何嘅餸呢，都係油淋淋嘅。你食完嗰個飯，你睇下個碟呢，都係油淋淋嘅。就算你嗌菜都好呢，都係油淋淋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其實油咧喺菜飯裏邊都用得真係幾多嘅。咁所以如果你成日食菜飯嘅話，咁就小心啲呢個高油嘅危機啦。高油之後就啱先提到高鹽分同埋高糖分啦。如果你嗌一個 Milo 啊喺呢個 hawker centre 裏邊咧，你會發現咧都係非常非常之甜嘅。如果你唔嗌少糖嘅話，你嗌少糖嘅話就可能冇咁甜啦。但係如果你嗌正常嘅話咧，真係非常非常之甜嘅。當然啦 hawker centre 裏邊有可能咧就會有啲健康啲嘅食物嘅，可能係麵啊，但係麵都好，你小心啲咧，可能會有呢個高鹽分嘅危機啦。所以大家如果喺 hawker centre 食嘢嘅時候咧，就小心啲揀啦，一定要。如果唔係咧，就好容易中呢個高鹽啊、高油同埋高糖分影響咧，就令到自己身體咧就冇咁健康嘅。咁喺食方面咧，我個人認為咧，新加坡咧就冇我想象之中咁健康嘅。但新加坡人咧就有一個興趣嘅，就係做運動嘅。新加坡人做運動嘅情況咧，就唔需要我講，大家都會知道嘅。譬如你去呢個 East Coast 咧，你會發現咧，每一日啊都有好多好多嘅人啊喺呢個海旁度跑步嘅，有啲可能踩單車啦。除此之外咧，如果你想 book 場啊去打呢個羽毛球嘅話，你會發現咧係非常非常之難 book 嘅，基本上都俾人 book 爆晒㗎啦個羽毛球場。由此可見咧，新加坡人咧真係非常非常之中意做運動嘅。咁做運動當然咧就對身心健康就非常之好啦，因為促進呢個血液循環啦、排毒啦，係咪？咁所以呢個位咧就有可能將啱先我哋提到嘅一啲高鹽、高糖、高油嘅嘢食啊，全部都可能已經喺做運動裏邊咧就排出晒出嚟啦，咁所以咧呢個位咧就可能抵消咗啱先食嘢可能冇咁健康嘅一個壞處嘅。除咗之外咧，新加坡人都要當兵㗎嘛，係咪？咁喺當兵嘅時候咧，其實都會做到好多嘅運動啦，即係譬如孭住好重嘅裝備啊喺度行啦。大部分嘅一啲青年人或者年輕人咧，都係比較健康嘅，喺我角度睇。除咗身體方面嘅健康重要啦，咁心理方面嘅健康都好重要㗎嘛。咁我哋睇下新加坡人喺心理方面啊，究竟係咪非常之好呢？咁如果你睇翻呢個 Mental Health Index 嘅話呢，你會發現喺 Asia Pacific 呢個排名裏邊咧，新加坡咧係排第4嘅，咁啊僅次於澳洲啊、紐西蘭同埋台灣嘅啫。其實你會發現新加坡咧喺呢個mental health 裏邊一啲協助或者一啲政府做嘅嘢咧，其實都非常之多嘅。其實新加坡政府啊，甚至乎新加坡成個國家都非常之關注或者注重 mental health 呢個 issue 嘅，即係你會話萬一你遇到任何喺心理上面嘅一啲唔開心啊，或者心理上面嘅一啲病啊，譬如係 depress 啊，或者係抑鬱啊等等嘅嘢嘅時候咧，新加坡咧就俾咗好多嘅一啲support 嚟啦，譬如係
關於工作嘅、關於呢個學業嘅等等嘅嘢呢，其實你都唔難揾嘅。以我朋友公司為例啦，咁其實佢哋翻工嘅時候呢，公司一開始就已經提供咗一啲熱線俾佢哋打，即係如果佢哋覺得心理上面有啲問題啊，或者想揾啲人傾訴啊，因為佢哋係可能係外國人嘅話呢，咁其實呢都係唔難揾嘅，即係嗰個電話其實24小時都通嘅，所以你會見到新加坡呢喺呢方面呢，其實做得幾足嘅。咁雖然話新加坡呢喺呢個心理輔導方面做得好好啦，係咪？但係根據另一個調查呢，就發現新加坡嘅年青人啊，即係介乎係18歲以下啦。係啦，即係學生啦，大概每3個青年人咧就有1個咧就曾經患上呢個心理嘅疾病嘅。咁其實呢個數字都幾高，因為你試諗下，如果你見到3個年青人一齊行嘅話，你就發現有1個咧就有呢個心理問題喎。咁好多時令到年青人壓力大嘅原因就不外乎呢個學業成績啊、未來啊，甚至乎呢個戀愛問題嘅。例如話食物方面有啲唔健康，甚至乎係壓力有啲大啦。但係新加坡人有一個非常良好嘅一個運動嘅習慣啦，同埋一個好良好嘅一啲政府嘅一啲配套設施啦，即係對於心理方面，所以我覺得新加坡人咧仍然係非常之健康嘅。如果你 compare 住其他嘅一啲國家嘅話，好啦，今日影片就到呢度啦。唔知大家咧覺得新加坡人健唔健康咧，都可以 comment 話俾我聽嘅。最後中意呢條片嘅朋友咧，記得 share、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 啦。我哋下次見，拜拜。